订阅星夜小剧场。姐姐，你怎么可以抄袭我的话呢？我没有抄袭，我没有剽窃。不要脸！这个邵子安居然在国家级的比赛上抄袭他妹妹的话。邵子安在外流浪多年，刚找回来，肯定是他嫉妒邵星纯，所以抄袭。我没有，爸，你们相信我。别叫我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纯纯先交的卷，你后交的卷，结果是两副一模一样。告诉我，不是抄袭是什么？为什么会一模一样？这个是纯纯画的，这个是你画的，明显纯纯画的更好。你抄的什么？是啊，虽然创作一致，但明显邵星纯画的更好。太让我失望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没有，爸，我没有抄袭。你给我闭嘴吧！爸，别再打姐姐了。姐姐她只是从小嫉妒我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所以才会剽窃我的画，想获得大家的认可。纯纯，不用替她说话，她就是个没教养、品行低下的。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从今天起，你给我滚出邵家！我们走。爸，别再打姐姐了。姐姐她只是从小嫉妒我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所以才会剽窃我的画，想获得大家的认可。用这种手段，真是活该！真是活该呀！就是为什么都不相信我？为什么我的家里人都不相信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姐姐，我相信你啊。姐姐画的可真好，多谢了你的创意，才让我在这次比赛中获得冠军。你为什么总能先我一步画出来？我就知道你会好奇我是怎么复制你的画的。实话告诉你吧，因为我能透过你的画板清楚地看到你的创作。透视？那为什么是我的画？因为我不许你回来抢走属于我的一切，哪怕你是爸妈的亲生女儿也不行。妹妹，我没想跟你抢。我在外流浪10几年，我只是想要爸爸妈妈的一点爱。想要一点爱？你做梦！邵家的女儿只能有我一个。真希望我当初没有是第一反击。我重生了，我回到了被污蔑剽窃的比赛现场。我重生了，我回到了被污蔑剽窃的比赛现场。姐姐，姐姐，你怎么不说话呀？邵星纯，你不是能通过透视看得到我的创作，并提前模仿吗？好，那我今天就让你成为比赛最大的笑柄。姐姐，你到底怎么了？
邵新纯，你别碰我！你干什么呢，少子安？一点教养都没有。她可是你的妹妹。妈，你别怪姐姐，姐姐她只是刚回来，还不懂家里的规矩，你多包涵包涵，对吧，姐姐？少子安，你是不是疯了？少子安，我还让你在赛场上照顾纯纯，你倒好，你倒打起你妹妹来了。我照顾她，凭什么？凭她有绘画天赋，凭她是我女儿，是我养在邵家多年的女儿。你是不是嫉妒纯纯？我嫉妒她，从小重金培养却没有成绩，我嫉妒她有副猪脑子吗？哼，姐姐，你想要冠军，我可以让给你，你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他邵子安还想拿冠军，她一个乡野丫头，她懂画画吗？我不懂，他邵新纯就懂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刚刚你大言不惭说把冠军给我，只怕是我闭着眼睛都比你这个只能靠家人才能获得比赛资格的关系户好。刚刚你大言不惭说把冠军给我，只怕是我闭着眼睛都比你这个只能靠家人才能获得比赛资格的关系户好。贱人，竟敢当众拆穿我！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你胡说八道！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呢？比赛可是现场直播，不许胡说。我说错了吗？今天的比赛能得冠军的只能是我，邵子安。姐姐，你可以欺负我，也可以不喜欢我，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污蔑自己的家人吧？邵子安，你怎么这么歹毒？见不得你妹妹比你优秀。哥，妈妈，你们别这样说姐姐。如果打我能让姐姐出气的话，就让她打吧，只求她不要再惹爸爸妈妈生气了。你只会欺负纯纯。早知道今日，当初就不应该认你回家。您可算说了句明白话。早知今日，上辈子我也不会因为亲人重复受辱。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邵子安，你怕不是疯了吧？要是疯了，就别参加比赛，丢人现眼。行，我退赛。什么？你要退赛？不行，妈，不能让他退赛。纯纯，他不参加比赛，你激动什么呀？妈，不能让他退赛。看来我退赛碍着你事儿了。姐姐，你在外流浪多年，苦学画画技巧，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吗？可别因为一家人拌嘴就错失良机啊！纯纯，你太善良了，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着想。邵子安要是真的退赛了，那我可怎么办呀？我又画不出来，可全指望抄邵子安呢。姐姐，你欺负我、抄袭我都没有关系，可是退赛就真的没有办法获奖了。赢得比赛不是你最大的心愿吗？以前是，现在我不在乎。姐姐，你千万不能退赛呀！比赛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你看起来似乎很想让我参赛，还是说没有我你画不出来？没有，这怎么可能呀？我只是不希望姐姐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罢了。不用你操心。姐姐，我知道你生我气，但是你也别死准考正号呀。行，我不死，你求我。我知道你生我气，但是你也别死准考正号呀。行，我不死，你求我。姐姐，没必要这样吧？一个人丢人现眼还不够吗？啊，你还要拉上纯纯？邵子安，
哪有你这样的？姐姐参加比赛，还让妹妹求的。距离比赛开始还有5分钟，闲杂人等可以退场了。姐姐，我求你了。你看这地这么脏，我都没心情比赛了，先把地拖干净吧。好，我拖干净。少子安，你妹妹的手可是画画的手，你竟敢让她拖地啊你！我让她拖，我是想着叫保洁，谁想到她这么蠢。纯纯可是天之骄子，居然说她蠢，我看你才是鸡蠢无比。好，我蠢，那我走，你们俩。哎，姐姐别，姐姐你别走，我去拖干净，我拖到你满意为止。那你顺便再帮我倒一桶涮笔水吧。好，只要你不退赛，什么都行。姐姐，这样可以吗？这桶刷了没？就倒水。好，我再去洗，洗到你满意为止。少子安，你能比就比，比不了就滚蛋，还在这使唤着纯纯了。行，我不比了。哎，姐姐，别啊，姐姐，哥，你别这样说姐姐，姐姐，你别冲动啊，姐姐，哥他是跟你开玩笑的。这画笔好脏啊，用不了了。少子安，你给我等着，等比赛结束，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一个偷窃别人的贼，让你永远抬不起头。好，我去洗。可以了吧，姐姐？比赛即将开始，参赛选手就位。行，可以开始比赛了。少子安，你终于上当了！只要你参加比赛，我就能用你创意夺冠。上一世被你诬陷，又惨死在你手上。这一世，我定要赢得比赛，让你身败名裂。上一世被你诬陷，又惨死在你手上。这一世，我定要赢得比赛，让你身败名裂。本次比赛以人物和风景为选题，各位选手选好题目自行发挥。还真是难以抉择呢。姐姐，你准备画什么呀？你管我呢？你要跟我画一样的？姐姐，我就是好奇而已。以姐姐这样的才华，能画出什么惊世之作呀？人物？好巧啊，姐姐，我也正打算画人物呢。不跟我选相同的选题是画不出来吗？狗皮膏药似的粘着我选一样的。姐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只是觉得优秀的人连想法都是一样的。好了，诸位选手，比赛正式开始，时间3个小时。现在正式的倒计时，选好题目，可以开始创作了。不管你选什么，我都能看到，还能先你一步完成，说不定还能锦上添花。半天了，就写个名字。怎么回事啊，少子安，怎么不画呢？姐姐，你还不开始画吗？
怎么回事啊，少子安，怎么不画呢？姐姐，你还不开始画吗？早早画好，给你时间抄呢。我还有个颜色，没想好怎么调。什么颜色啊，姐姐？我帮你调。肤色，我来帮你。不对，这个太白了。没关系，我再改。不行，这个太浅了。你到底想要什么颜色？我也没想好，但是肯定不是这么白。没事，那我再加深一点。没有这么深。你有完没完了？你怎么这么蠢呢？我要五彩斑斓的黑，抓紧时间给我调。姐姐，你别闹了，赶紧开始画吧。我没闹啊。他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啊？姐姐，你再不开始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你画你的，我画我的，你急什么呀？我那是怕你再不开始，就真的没时间了。哦，这少子安坐在场上不画是做什么呀？少子安，你要是不画就滚出来，别在那儿坐着丢人现眼。催什么催？再催我就交白卷。什么？你要交白卷？少子安，你要是不画就滚出来，别在那儿坐着丢人现眼。催什么催？再催我就交白卷。什么？你要交白卷？姐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交白卷的话，那爸爸又会嫌弃你丢人了。没关系，你努力给少家长长脸，加油。少子安，你到底画不画？着什么急啊？邵新纯不也没动笔呢？说你一句还顶三句，你妹妹不画那是在构思啊。我也在构思。姐姐，你就别跟我置气了，赶紧画吧。啊，你画你的，别管我。比赛时间已过半，请各位选手合理安排时间。姐姐，时间只剩半小时了，你要是再耽搁，就真的画不完了。好吧，好吧，我开始画了。邵新纯，这下你可要好好找。太好了，邵子安终于不得不画，一会儿我就坐实他抄袭的丑闻，让他身败名裂。邵子安，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啊！果然上当了，邵新纯啊，邵新纯，这一世别再想污蔑我抄袭，抢走我的冠军。果然上当了，邵新纯啊，邵新纯，这一世别再想污蔑我抄袭，抢走我的冠军。邵子安，我先你一步画完，看你拿什么和我比。这邵子安怎么停笔了？他没学过绘画，该不会画不出来了吧？估计是。邵新纯好像也画完了，不愧是出自名师啊！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老师，我要交卷。我从业30年，第一次看到如此的画作。
你居然能够画出这么高水平的画作，既有艺术的想象，又有写实的意境，创意更有意义啊！太妙了！谢谢老师。不愧是纯纯，比少子安那丫头强太多了。纯纯画的真好。姐姐，我画完了，你的呢？你画你的，少管我。哈，姐姐，难怪你一直遮遮掩掩，原来你在抄袭我。哈，姐姐，难怪你一直遮遮掩掩，原来你在抄袭我。抄袭？你说我抄袭你？对啊，你画的和我一模一样，我早就知道你会抄袭了，所以我就提早交卷了。果然一模一样。少子安，你还没画完，怎么解释啊？解释？我解释什么？我还没画完，怎么能说我抄袭他的一模一样？什么？没画完？哪里没画完啊？少子安，你搞什么鬼？睁着眼睛说瞎话，大家都看见了，你跟纯纯画的一模一样。对，事实摆在面前，还敢狡辩？我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说了，我没画完，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就算你没画完，那剩下的几分钟时间也不够了吧？敢在国际赛事上抄袭他人，你是想为美术界出名吗？我没抄袭。这俩姐妹怎么还撕起来了？没想到比赛场还能看个热闹，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你看我今天怎么说的？教训我还没画完，你就装模作样的替天行道进来了。重来一世，邵家人居然还是只偏爱邵星辰，对亲生女儿态度一如既往的差。姐姐，你要实在不会画的话，你就说呀，何苦要抄袭妹妹的创意呢？你的创意？对啊，我先前就在家里和姐姐说过，想要画一幅这样的人像画，我还和姐姐描绘了想要画的效果呢。看样子邵子安抄袭是蓄谋已久了，连自己的妹妹都抄袭，你真可耻！邵星辰，说谎倒打一耙，可是要遭报应的。你少子安，不准你这么说纯纯。着什么急啊？我说了，我的画不可能和邵星辰的一模一样。姐姐，时间只剩下最后5分钟了，就算你重新画也来不及了。不需要5分钟，1秒就行。若能重来一世，我必定不会再为了得到家人的认可，懦弱忍让。少子安，你疯了！这怎么可能？少子安的画风变了！神迹，这简直是神迹啊！这就是我要向大家展示的画作。这怎么可能？少子安的画风变了！好牛啊！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证艺术的诞生。这幅画极具艺术性啊！老师，你先别激动。你不觉得少子安这幅作品有点跑题了吗？不对，我姐姐这幅画明显跑题了。果然，你们还是想往我身上泼脏水。什么叫泼脏水？你选的是人物，现在你这幅画又有风景又有人物，怎么能不算跑题啊？好像确实是偏题了。就是啊，姐姐，你总不能一幅画霸占2种题材吧？对，要我说，跑题成绩就应该作废。是啊，那少子安这个成绩应该要作废的吧？
理论上来说，好题确实是0分，不过这幅画其他地方都很好，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确定这幅画是张会长出的题目。等他看完之后再下定论。张会长，你是说美术协会的那个画坛巨匠张大师吗？那既然是张大师出的题，那要求更加严格了，这成绩啊肯定不作数的。重来一世，能否翻身，就看我能否通过这幅画征服那位以严苛闻名的张会长。我绝不可能跑题。画得好啊，这谁画的？这是邵家千金的，柯会长。这幅画明显跑题了。哦，没有跑题。其实我在设置人物和风景2个选题的时候，就暗设了隐藏选题。一个优秀的画家，一定是动静结合，风景加人，就是这次的隐藏选题。喂，考场吗？给我务必留下邵氏千金的画，我要亲自到现场，收他为关门弟子。重来一世，能否翻身，就看我能否通过这幅画征服那位以严苛闻名的张会长。我绝不可能跑题。重活一世，我自然知道这次选题到底是什么，只怕在场只有我知道这个比赛还有个隐藏命题吧。姐姐，主要是我之前听说这位张会长极其的严格，最讨厌有人违规了。是，这幅画虽然是佳作，但是明显是偏离了题目的要求啊。老师，您放心，我有信心，让张会长一定喜欢这幅画。呸！就你有信心？哼，就是，一点都不谦虚，还在这自卖自夸，多跟你妹妹学习学习。是啊，姐姐，多学学规矩总没有坏处的。而且我听说这位张会长最讨厌那种品行恶劣的学生了，你这样自负会惹人讨厌的。纯纯说的没错，你不懂一点规矩，出门在外啊，这样说话会挨打的。我说我没跑题，就是没跑题。哎，张会长，您打电话有什么吩咐吗？什么？啊，好的。张会长看了我们的直播，要来现场收邵家千金为徒。什么？邵家千金？说的是我吗？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会长说是邵氏千金。张会长不是已经很久不收徒了？破格收个关门弟子。收邵小姐为徒，现场有2个邵小姐，是收哪个呀？张会长只说是画得很好的邵小姐。那还用说？肯定是我们家纯乐。这可说不定。张会长看了我们的直播，要来现场收邵家千金为徒。现场有2个邵小姐，是收哪个呀？那还用说？肯定是我们家纯乐。这可说不定。这有什么不一定的？难不成是你啊？你也配？我不配？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不配？哼，老师，我从小就学画画，我的父母为我的艺术事业倾注了很多心血，我从小就师从名家。姐姐可从来没有学过画画。不会吧？邵子涵真没学过绘画吗？哎呀，姐姐，对不起啊，都怪我，是我说漏嘴了。我确实没学过，没回邵家之前，我在外流浪10几年，饭都吃不饱，哪有功夫学画画？好了，先不说这些了。这幅画确实有可能偏题了。张会长说了，要收邵氏千金。老师，纯纯也是我们邵氏的千金，张会长啊，收的千金就是我们纯纯啊。这倒也是，真是天助我也！你跑题了，这关门弟子的殊荣只能是我的。妈，都是邵家的女儿，你为什么只向着她？死丫头，说什么呢？还不是你什么都要跟你妹妹抢？就是，包括这次比赛也是，我看你就是在家偷偷练级，想过来跟纯纯抢。
我抢他什么了？我在外流浪10几年，是他抢走了我的人生。我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哥哥，纯纯那么优秀，而且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就是喜欢她，怎么了？可我也是你的亲妹妹。什么亲不亲的？纯纯啊，陪在我们身边10几年，你呀，就是在外边不学无术的野丫头。邵子安，你心儿怎么就那么小呢？怎么就容不下你妹妹呢？我心眼小，在这个家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邵新纯做什么都是对的。早知今日，又为何要把我找回来呢？邵子安，你心儿怎么就那么小呢？怎么就容不下你妹妹呢？要我说，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找回来。我看也是，邵家就这一个千金就够了，何必把我找回来？哎，姐姐，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呀！你这样说的话，父母会很伤心的。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姐姐，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呀，你放心，就算我成了张会长的弟子，我也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姐姐嫌弃你不要你的。我放心的很，因为你根本没有机会加入他的门下。少子安，别欺人太甚啊！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呢？你的那副破话都跑题了，还在这妄想着拿冠军。你要是没睡醒，就去回家补觉去，别真的是做梦。冠军也只能是纯纯的。妈，你怎么撕我画呀？我就是撕了又怎么样？又是抄袭，又是跑题的，你该死！呀，你妈妈也是为了你好，这件事如果曝光出去，那你可就要丢人丢大发了。为了我好，那怎么不为了邵新纯撕了他的画？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顶撞父母呢？啊！看来爸妈还是对你太好了，要我说就应该加法伺候。好，对我太好，这份好，你们谁爱要谁要。妈，你怎么撕我画呀？看来爸妈还是对你太好了，要我说就应该加法伺候。好，对我太好，这份好，你们谁爱要谁要。姐姐，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你要是这样说的话，真的会被赶出邵家的。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向爸妈求求情，爸妈原谅你了，你就能继续回到邵家做大小姐了。你没事吧？我一个亲闺女回自己家，需要一个外人帮忙。纯纯，可别听他瞎说，你可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儿，他才是个外人。好好好，亲女儿是外人，你们邵家真是好笑。少子，你少在这抽风，想断亲是吧？我替邵家感谢你。既然想跟我们邵家断绝关系，那以后就不用再回来了。邵子安，这么大人，可别说话不算话，前面说完，后边又反悔啊！我反悔什么？我不会反悔。有你这样的家人，在邵家的每一秒，我都觉得无比恶心。爸妈，你们也别拦着他。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只有纯纯一个妹妹。我也只有纯纯一个女儿。我们邵家就只有纯纯一个千金。对了，这要想和邵家断绝关系啊，你要和纯纯道歉。我们纯纯啊，可不能不明不白的受这份委屈。不搞臭我，你们是不会罢休。现在也污蔑我抄袭，因为你就是抄袭了，敢做不敢当是吗？你们说是就是，那我还说邵新纯抄袭的我呢？脑子有病啊，就去看。纯纯在那边作画，怎么可能看到你的画？这谁说的准？差点被他猜中了。姐姐，你别是中邪了吧？不可理喻。张会长到。
抄袭？那我还说邵星纯抄袭的我呢。姐姐，你别是中邪了吧？不可理喻。张会长到。张会长，我等翘首以盼，您终于到了呀。张会长，您不是要收一位关门弟子吗？这2位就是邵家千金啊。行了，先把画拿给我看看吧。张会长，您好。会长，这位他就是邵氏集团的董事长啊。小女的画，想请您过过目。你就是邵氏千金？是的，张会长，我就是邵星纯，这是我刚才参赛时做的画。不错。张会长，我们女儿可是从小都学画画的。确实能看得出来这幅画有功底。这么说，纯的马上就是张会长的关门弟子。我什么时候说过升他为徒了？张会长，你不是说我妹妹画的不错？在我这儿，不错和凑合就是一个意思。张会长，您这什么意思啊？你会不会说人话？我要找的不是这幅画。我什么时候说过升他为徒了？张会长，你不是说我妹妹画的不错？在我这儿，不错和凑合就是一个意思。这有什么问题啊？我女儿这幅画不是挺好的吗？是啊，张会长，您不是要找邵家千金吗？这位就是邵家千金啊。我要找的是邵家千金，但我要找的不是这幅画。不是有一张山水和人物相融合的画吗？那张画在哪儿？拿出来我看看。没事，看他干什么？不就是一幅画吗？找出来这么难吗？哎，那张画现在在哪儿呢？哦，好像就是在邵子安的画板里啊。画板里？你就是邵子安？我是。能看看你的画吗？很抱歉，您可能看不了这幅画了。作为一名画师，对自己的画一点信心都没吗？因为我的家人刚刚把我这幅画撕毁了。你就是邵子安？我是。能看看你的画吗？很抱歉，您可能看不了这幅画了，因为我的家人刚刚把我这幅画撕毁了。张会长，邵子安这幅画被亲妹妹指责抄袭还有跑题，刚才在家人的争吵当中不小心给撕碎了呀。张会长，不好意思啊，让您看到了这么七零八落的画。明知道是垃圾就赶紧收拾，在这按别的呀。就是啊，姐姐，你怎么能让张会长看到这样子的画呢？说说你的创作思路。我的想法有点大胆，我想着要有山水和人物，要不就大胆观摩一下。果然是可造之材啊！这幅画太好了，细节完美，情绪丰富。谁撕的这幅画？是我。有眼无珠。你愿意做我的徒弟吗？果然是可造之材啊！这幅画太好了，细节完美，情绪丰富。你愿意做我的徒弟吗？什么？我很愿意。
还不改口叫师傅？好的，师傅。会长，刚才这画一直没给您看，是因为在场的各位，大家都觉得这幅画它跑题了呀。是啊，这个画和题目要求明显不符啊。跑题？我当时说的题目是什么？你再复述一遍。以人物和风景为选题，所以哪里跑题了？人物也在，风景也有，而且两者融合的恰到好处。这样的话，这幅画倒是完全按照题目要求画的呀。哎呀，不仅按要求做出来了，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张会长，他这幅画还抄袭了呀！是啊，张会长，你看，这是我妹妹画的，是明显她抄出来的。可是张会长，他这幅画还抄袭了呀！是啊，张会长，你看，这是我妹妹画的，是明显她抄出来的。抄袭？这样的作品，你来抄袭一下试试看。以后不带脑子，就不要出来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少子安他小时候衣不裹腹，根本没有学过画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思路？天哪，这么惨的吗？看来这次是侥幸吧？也不是，靠天赋，还有一点点运气。不仅是运气，还有重来一次的勇气。就这些，没经过系统的培训，纯靠所谓的天赋。我回邵家之后，有了工具，才开始学画画。这也太难了吧！明明是邵家千金，但从小吃尽了苦头，甚至还没有寻常人家女儿幸福呢。真没想到，这幅画你竟是全靠天赋完成的。无法想象，要是有老师带着专程学习一下，未来将会有怎样巨大的潜力。哎呀，你们胡搅蛮缠，你蛮横无理，你就是个强盗！这幅画你就是抄你妹妹的！你们胡搅蛮缠，你蛮横无理，你就是个强盗！这幅画你就是抄你妹妹的！我再说一遍，我没抄袭，谁抄袭，谁全家遭雷劈！你听不懂人话吗？还躺在地上耍出来干什么？赶紧起来啊！妈，快起来！姐姐，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爸妈平时对你这么好，你居然拿他们的生命起誓！我敢说，是因为我没抄袭。至于你，我才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正好今天张会长也在，姐姐心里要是实在不舒服的话，就打我呀！好疼！你干什么？乖女儿，你摔疼了吧？少子安，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妹妹！老天有眼，我都没使劲，是他自己借力摔倒的。姐姐心里要是实在不舒服的话，就打我呀！你干什么？少子安，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妹妹！我都没使劲，是他自己借力摔倒的。还无权蠢蠢啊！你妈菩萨般的心肠，怎么生了你这么恶毒的女儿？我还没说你瞎了眼，你说我恶毒？天底下我就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父亲。你给我闭嘴！张会长在这儿，听见你这么忤逆不当的话，肯定会叫保安把你赶出去。算了哥，姐姐，都怪我，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你总算说句人话了。所以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要你道歉，但是你抢我画的事必须道歉。画是我的，我抢你什么呀？姐姐，你抢走父母的宠爱，哥哥的关心，我念你回家不久，这些我都可以不和你计较。可是你又抢走我的创意，又抢走张会长的徒弟之位。再说一遍，我没抢。你喊什么？笑的纯纯怎么办？就是，还不行。行行，画儿是我创作的，我是爹妈生的，我抢你什么了？有你这样颠倒黑白的能力，你怎么不用在调色上？少子安，你怎么这样小肚鸡肠？就算是你的，又能怎么样？交给你妹妹又如何？我小肚鸡肠，你怎么不把你儿子让给别人呀？刚刚还说让我和少家断绝关系，不要后悔，现在又说她是我的妹妹，难道说你们看到我拜入张大师的门下，想套近乎吧？哈哈哈！好徒弟，直性子，我喜欢。下周有个画展，你要是有时间，到时候跟为师一块去作画去。谢谢，乐意之极。咱们师徒之间不必这么客气。好处都让他占了，又是关门弟子，又是联合办画展，他真成一飞冲天了。我不理解。这个很有意境，臭逼老了，混种。感谢诸位前来参展，我是邵子安。这幅画是我和我师父共同完成的，今日在这里首展，请各位自由参观。这就是少子安画的画，看起来也不怎么样。是啊，怎么看怎么缺乏美感。你知道什么？这可是少子安的首展。首展？那也是，他之前也没画过画，可不就是首展吗？什么？他之前没画过画？就是，少子安整天之间的行为，还抄袭我妹妹的创作。但他可是张会长的学生。唉，谁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啊？那怎么会在这里演出啊？这可是国家最顶尖的画展。可不是嘛，多少人学了10-20年都还没机会来呢。他凭什么能把画挂在这场画展最好的位置上？不公平！他先是在比赛上窃取了我的创意，然后呢，又巧舌如簧的让张会长收他做了徒弟。谁知道他现在又用了什么下作手段，才获得现在的资源啊？真下作，下作。要我说，活该烧了他，领着风气。就是烧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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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了他！哥哥，别这样，就算他不好，咱们也不能破坏他呀。少子安，我得不到的，你也不配拥有。师傅，您来了。是啊，我这次
特意交代了布展的人，把咱们第一次合作的画放在最中间的位置。位置确实很好，观画的人挺多的呢。好，那咱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这怎么回事？哎，哥哥，别这样，就算它不好，咱们也不能破坏它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会这样啊？这幅画德不配位，被不小心点燃了，也是罪有应得。这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画展，张会长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没有质量的画，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质量再好，这马上也要化为一片灰烬了。有空在这里科普，还不如赶紧找水抢救呢。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张会长，我敬重你，你却上来就打我。邵新纯，真是不巧，你刚刚拿着打火机泼向画布的时候，我和师傅刚进展厅，恰好就看见了。哼！早知道你这么蛇蝎心肠，我就不该来让你参加这次画展。看到别人的作品这么好，就要毁掉，这就是你对待艺术的态度。随你怎么说吧，反正你现在没了作品，就要被除名了吧？你不会真以为你能这么随随便便的毁掉我的画吧？感谢你帮我完成了最后一笔。你好，能借下你的扇子吗？邵新纯，像你这样没有敬畏之心，根本不懂艺术的魅力。太好了，原来是这样。我这个当师傅的也得自愧不如啊。感谢你帮我完成了最后一笔。你好，能借下你的扇子吗？真没想到邵子安有这么强的能力啊！什么能力啊？他这就是侥幸。就是这么简单的竹子，我上小学就会画了。赵新纯，你到现在还在自卑，你根本不懂艺术。赵新纯呐，邵新纯，我看你这心一点都不纯。哎，师傅，你还别说，这邵家起名字确实有意思。是吗？怎么说？你看啊，这邵新纯，心不纯。哎，你再看这邵文，五大三粗，五力之拉满，没什么文墨，更没什么文化。还真是啊，瞧这一家人起名起的，真是缺什么叫什么。少侠，少在这胡说八道。就是啊，姐姐，你别再开玩笑了。邵新纯，我不开玩笑，难道一脸严肃的带你进警察局吗？你胡说什么？这多大点事儿你就要送进警察局啊？纯纯他也不是故意的，犯了错不道歉，还说是无心之失。我看你这个当哥哥的，把妹妹可宠坏了。师傅，您别生气，这邵家的家风啊，一贯如此。我看我们还是跟警察说吧。忘情，
犯了错不道歉，还说是无心之失。我看你这个当哥哥的，把妹妹可宠坏了。我看，我们还是跟警察说吧。报警！少子安，画展结束，立马给我回家。爸，你看少子安那个贱人把纯纯气成什么样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去看画展了吗？这到底是怎么了啊？还不是因为那个少子安故意针对纯纯，害得纯纯晕倒。那你们不是胡闹吗？晕了还不赶紧送医院啊？这耽误了病情怎么办？爸，我没事的，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不用去医院。肯定是被少子安气了，一下血压上来了，然后就晕了。纯纯，你可把妈妈吓坏了，要是有什么不舒服，赶紧给妈妈说啊。放心吧，妈，我没事的，我只要休息休息就好了。少子安那个女人回来，我一定要跟她算账。行了行了，孙妈，赶紧拿杯热牛奶过来，让二小姐喝了。好的，先生。孙妈，你现在就上2楼，把少子安的东西收拾出来，等他回来，立马让他拿东西滚蛋。少爷，这……本少爷现在使唤不动你了是吧？不是，少爷，大小姐，少子安，她不住楼上。孙妈，你现在就上2楼，把少子安的东西收拾出来，等他回来，立马让他拿东西滚蛋。少爷，大小姐，少子安，她不住楼上。什么？不住楼上住哪里啊？就是啊，难不成他住在地下室啊？你怎么不说他住狗窝啊？行了，别胡闹了。孙妈，你赶紧说，大小姐到底在哪儿住？大小姐，她住车库。车库？车库那地方不仅没窗户，连空调和暖气也没有啊，她怎么住那儿啊？就是，车库里边什么设施都没有，家具也都没有。是，之前二小姐说她缺一间画室，大小姐就把房间腾了出来。后来太太又说她缺一间衣帽间，所以大小姐她又搬了一次。再后来，我说书房要扩大，可是我让她把1楼去住了呀，没说让她去住车库啊。一楼那间房被大少爷征用，拿去给二小姐的小狗皮皮住了。然后他就问我住哪里，我说哪里不能住啊，我就随便指了指车库，谁知道他真的住车库里。好你个败家娘们儿啊！我少下的千金，你让她去住车库，这事如果传出去，人家不得把大牙给我笑掉了？爸，现在住都住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就是啊，老公，你可别忘了，刚刚少子安在外边欺负纯纯，你要替我们出气啊！好吧，一会儿等他回来，我们问清楚。什么？先下去吧。你可别忘了，刚刚少子安在外边欺负纯纯，你要替我们出气啊！好吧，一会儿等他回来，我们问清楚。招回来什么事儿？你说呢？刚刚在画展是怎么欺负纯纯的？你自己说。你没事吧？谁叫他难堪了？好啊，少子安，本来你妈说你在外面欺负你妹妹，我还不相信。你这不挺相信的吗？说不准你小女儿回来说几句，不就已经认定了吗？我是让你跟纯纯道歉呐。姐姐，别喊我姐姐，我和少家没关系。我
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女儿？我……您要生气，不妨问问您的小女儿，今天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啊？春春，你说，今天邵子安是怎么欺负你的？爸，姐姐说我没有她优秀，还说我的名字起得不好，说我心不纯。你心是真不纯。春春，你说，今天邵子安是怎么欺负你的？爸，姐姐说我没有她优秀，还说我的名字起得不好，说我心不纯。你不是说我今天骂你了吗？你怎么不讲讲前因后果呀？还说什么前因后果？春春受的委屈还不够多吗？行，您不说，那我说。今天邵新纯在画展上烧了我的画。什么？春春，这是不是你做的？不是的，爸，我那是不小心，我不小心把那个火苗挨着画了。爸，是他，谁叫他拿那么易燃的东西作画？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就是，沙画就不容易被烧着，你怎么不画个烧不着的画呢？我可算知道你这个蛮横不讲理的样子跟谁学的了。随你怎么说，反正画被烧了，你就等着被除名吧。这话是不是你说的？先烧画，后恶语相向，我师傅说你心不纯，有什么问题吗？师傅，这话是张会长说的。不对呀，纯纯又不抽烟，他拿什么烧你的画？这就要问问你的宝贝儿子了。邵家少爷对艺术一概不懂，抽烟喝酒倒是样样精通。纯纯又不抽烟，他拿什么烧你的画？这就要问问你的宝贝儿子了。邵家少爷对艺术一概不懂，抽烟喝酒倒是样样精通啊。你好端端骂我干什么？那你好端端的拿打火机干什么？那幅画又不是我一个人看不上，是大家都觉得不行。我也只是把打火机拿出来，就算我不拿出来，还会有别人烧的呀。您听见了吧？邵家少爷递工具，邵家小姐行动，邵家夫人助纣为虐，3个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外人。少儿，这是不是真的？说！不过爸，纯纯他也不是故意的。先不说他是不是不小心，但您是真的蠢。如果我刚刚报警，邵新纯现在恐怕在等着你们去捞他吧。子安，你是个好孩子，多亏了你，没让我们邵家的颜面扫地啊！老邵，你个王八蛋，在你心里只顾着邵家的颜面。你给我闭嘴，坐下。子安，好孩子，你放心，爸爸会补偿你的。从今天起，以后我给你2倍的生活费。不是你笑什么？爸给你脸了是吧？我笑，是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好笑。不是你不相信是吧？你放心，我说到做到。2倍不够，我给你3倍。您就算给100倍，也无济于事啊。你还做上梦了？还100倍？谁在意呢？您的多少倍都是你。爸爸会补偿你的。从今天起，以后
我给你双倍的生活费。不是你笑什么？爸给你脸了是吧？你放心，我说到做到，2倍不够，我给你3倍。您就算给100倍，也无济于事啊。零的多少倍都是零。0？少仔，你少在这装可怜啊！你进邵家这么多年，邵家哪一次没给你生活费？是啊，我和纯纯每个月都会有20万的零花钱，逢年过节还会有更大的红包。你没有？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来了回到邵家的那一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那今年生日我就和同学出去过了。好，哎呀，我们纯纯的也长大喽。新的1岁，老爸祝你天天开心。谢谢爸爸。好了，纯纯，你赶紧去啊，庆祝庆祝。哎，我昨天都给孙妈交代过了啊，那个大红包就已经放到你的床头柜上了。好。哎呀，爸，你就别啰嗦了，纯纯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过生日还有红包啊？是啊，姐姐，这是我们邵家的传统，每年过生日，爸妈都会发压岁钱庆生的。没错，而且是年龄越大，红包越大。我今年就拿10多万呢。10万块，那得用多大的红包装啊？土包子，肯定是支票啊！谁往红包里面装现金？这小子，子安，你这不是刚回来1个多月吗？没关系，等你过生日啊，妈妈也给你包个大红包。妈妈，我生日在前天，已经过了啊，过了吗？那明年妈妈一定记得。主要是你刚回来家，妈妈有点不习惯呢。后来，别说第2年，甚至至今，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生日红包。怎么可能啊？这么些年，我一直没给你生活费。你别看我，这生活费一向都不是归我管的。孙妈，你过来一下。这么些年没给你生活费，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先生，大小姐她每天放学都去邻居家做家教赚钱，有时候回来早了，还会收集家里的废品拿去卖。原本卖废品该是我的外快，但这家的小姐实在是太可怜，我一个保姆都不忍心和她抢。回到邵家这几年，我没花过邵家1分钱，没住过邵家1间屋子。我觉得作为女儿，做到这个份上，你们也应该很满意。结果，因为一个养女，3番5次的挑我事，邵新纯有一个不顺心，就推到我身上。也不能这么说啊！不这么说，那怎么说呢？邵新纯到底是你的养女，还是你的亲生女儿啊？怎么可能是我亲生的？老公，你知道的啊，咱们俩一共就生过2个孩子。你们生过2个孩子，你生过几个？我，少子，你好大的胆，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哎，我说你慌什么呀？啊，本来我还很信任你啊，怎么这少子还说中了吗？先生，我要告发太太，隐瞒2小姐的身世。先生，我要告发太太，隐瞒2小姐的身世。什么？2小姐什么身世？2小姐是太太和其他男人生的。孙妈，饭可以乱吃，你话不可以乱说。少爷，我不敢撒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放暑假，太太把你送到夏令营，好几个月都没回家。孙妈，你是家里的老人，我信得过你。说。先生，我不敢扯谎。我在邵家20多年，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孙妈，太太，你就是再威胁我，我也必须说出实情。
真是没想到，还能遇上一出好戏。先生，二小姐是太太亲生的。有一年您出国做生意，整整1年都没有回来。等我回来之后，你就告诉我说，你实在无法忍受少子安走失的痛苦，你就去领养半岁的女儿回来。你出国没多久，太太的肚子逐渐大了起来，没过几个月，她就回娘家住了好多天，再回来时就带着二小姐回来。起初我也不敢相信，就在前不久，我听到太太和别人打电话说起这事儿。你这个贱人！不，这一定不是真的，你在骗人！先生，我要告发太太，二小姐是太太和其他男人生的。不可能啊！你自己说，到底什么情况？老公，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当时就是一时的鬼迷心窍。一时鬼迷心窍，让少家替你养了20年的女儿。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请你不要再牵扯纯纯，她什么都不清楚，她是无辜的。还上演着母女情深啊！我老婆跟别人生的女儿，让我白疼了20年，你现在还让我原谅你？他对纯纯这么好，你说他是不是更喜欢邵新纯的爹呀？说，那个野男人是谁？你还有心情吃啊？我为什么没心情吃？我又没有养野男人，还不是野生的。你来一把不？我老婆跟别人生的女儿，让我白疼了20年，你现在还让我原谅你？他对纯纯这么好，你说他是不是更喜欢邵新纯他爹呀？不，爸爸，这一定不是真的。我是邵家的养女，才不是妈妈和野男人生的孩子呢。我不是你爸，你别叫我爸。爸，事情还没调查清楚，先别着急下结论嘛。是啊，好，那就等事情调查清楚。如果查出来他真是你亲生的，你们母女俩就要从我邵家给我滚蛋！老公，我嫁进你们邵家30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好歹还给你们邵家生了个长孙，你就这么绝情？我告诉你，这不可能！爸，这20多年来，我早就把你当成亲生父亲了。就算你不要妈，你也不能不要我呀，爸！春春，爸这会儿在气头上，你先坐一会儿啊。我现在就联系人去做亲子鉴定。你们现在回你们房间把东西收拾好。等到鉴定结果出来，你和你的宝贝女儿给我滚出邵家！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可是在你们邵家30年。爸，你不能这样！闭嘴！等到鉴定结果出来，你和你的宝贝女儿给我滚出邵家！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可是在你们邵家30年。爸，你不能这样！闭嘴！喂，师傅，怎么了？好消息啊，你的暗夜金烛在画展上被人看上了，要出高价买呢。师傅，这是我们合作的画，您拿主意就好。我们的合作呢，
都已经付之一炬了，少剩下的呀，可都是你自己的想法。这也多亏师傅的教导。师傅，您看要卖吗？第一幅参展的画，留作纪念也挺有意义的。但一来这画被烧过了，二来他们出价实在是高。您在办公室吗？要不我跟您面聊吧。再好不过了，我在办公室等你。真是奇怪，怎么他今天的眼神这么有压迫性？他让我们闭嘴，我们居然都照办了。小人得志，这都还没怎么着呢，你就嘚瑟起来了。小人总比野人好吧？你也不知道谁是野生的。我怎么没思路？赵星辰，你有头绪吗？你欺人太甚！你们先聊吧，我先失陪了。请进。师傅，子安，你来的挺快啊。我挂了电话就马不停蹄赶来了，画是什么情况？劳烦你展开说说。有个年轻人要买你的画，展馆的人说他不卖，不过呢，他却一直要争取一下。年轻人？可我也不认识什么能出高价买这幅画的年轻人啊。对方出价200万，对一个画家来说，第一次参展的画能卖这个价钱，实在是难得呀。200万是挺高的了。就是因为对方出价太多，我实在无法拒绝，这不就特意给你叫过来了。师傅，这个价格没有犹豫的，卖吧。行，我马上跟他联系。好。秀子，快回家，妈自杀了！什么？好，我马上回去。师傅，我可能得再回邵家一趟。好，要不这样子，我陪你一块回去。不用了，师傅。小姑娘好不容易找到了家，回来没享几天福，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哎，真是可怜呐。这样，我安排人送你回去。行，谢谢师傅。您还好吧？哎，子安，你回来了。你妈在楼上卧室，你要不要先去看看她？等会儿再去吧。自从我上次回家之后，我就发现您看重的只有邵家和邵家在外的面子。亲生女儿被养女欺负，被偏心，您不在乎，您只担心我会不会在外丢脸。我对邵新纯好，只是我感觉他能够在比赛上获奖，能给我们邵家争光啊！但你也没想过，我也很优秀，我也能获奖，我也能被认可，也能让你脸上有光。你是想让我说我错了？你早就无药可救了。妈，你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死了吗？怎么诈尸了？吓死我了！我跟你说的是人上吊，没说人没了。也是，他也不会真把自己弄死。瘦子，妈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难听的话刺激他，你什么居心啊？怎么了？允许你天天说谎，不允许我说句真话了？叫你回来是干嘛的？能不能说说你的大小姐脾气？干嘛？看热闹啊！不然你以为我来干嘛？这是我刚打印的文件。爸，这该不会是……没错，离婚协议。爸，如果你们俩真离婚了，我能不能跟着你呀？爸，如果你们俩真离婚了，
我能不能跟着你啊？春春，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妈？我不离婚，我生是邵家的人，就算是死，也要埋进邵家的坟。一家子恶人，你是不是觉得有我没我都不会影响你在邵家当少爷的身份？做错事得接受惩罚，这是你的因，这是你的果。好了，签了吧。我不签，我死都不会签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在邵家，你不能赶我走。我也不是一点情义不讲，你现在手里的资产你可以带走，也够你后半辈子活的了。只是你实在是太恶心了，签了它，从今以后你与我不复相见。我不签，只要我不签，我就永远是邵家的夫人。妈，你还是签了吧，你签了对大家都好。我不签，我死都不会签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都在邵家，你不能赶我走。妈，你还是签了吧，你签了对大家都好。春春，你到底什么立场？哥，你说这话好奇怪啊！是妈妈做错了事情，那我自然是向着爸爸的呀。你难道不是因为他更有钱吗？肯定是因为他更有钱啊，要不然图什么？你先闭嘴。哦，邵新川，你可是你妈妈最疼爱的小女儿，你真的愿意留在邵家，生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爸爸吗？爸，只要你肯收留我，从今以后我只有爸爸，没有妈妈。你就没想过，万一你的亲爹更有钱呢？也是啊。妈，我的亲生爸爸是谁啊？是，哎，别急，要是你的亲爹真比邵家有钱，你还回邵家吗？切，那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亲爹要是更有钱啊，那我肯定立马去找他。你不是也一样吗？要不然你回邵家干什么？要是你的亲爹真比邵家有钱，你还回邵家吗？切，那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亲爹要是更有钱啊，那我肯定立马去找他。你不是也一样吗？要不然你回邵家干什么？春春，你怎么可以这样？意想不到吧？邵家养了20多年的女儿，竟然不配为人。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白眼狼，我当初都不应该生下你。哥，你也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你不是也毫不犹豫的就舍弃妈妈了吗？是，我承认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你不一样啊，春春，你从小那么善良。哎，等下，听到这话，我怎么感觉是在夸邵子安我呢？哥，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年为了装成一副善良的样子，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你这么多年都是装的。没错，我就是装的。邵子安住车库是我一手安排的，哦，还有他比赛也是我无限台抄袭的，还有画展上那幅画也是我烧的。邵新纯，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没想到的事儿还有很多呢。邵子安住车库是我一手安排的，哦，还有他比赛也是我无限台抄袭的，还有画展上那幅画也是我烧的。邵新纯，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还有更多你想不到的呢。哼，竟被一个装可怜的贱人骗了20多年了，我们父子还真是蠢到家了。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再补充一下，
你接着说。自从我回邵家之后，我可从没欺负过邵新纯，什么图他的画了，在学校欺负他了，天地良心，这都是邵新纯为了倒晦气，倒打一耙污蔑我的。我是真蠢，不亏我还自诩从小跟他一起长大，很了解。我还一直认为她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都是因为你，让我伤害我亲妹妹。哎，等一下，邵新纯才是你亲妹妹，同母异父的亲妹妹。金子，是，可是对不起，不过都是被他蛊惑的。这样，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发钱，不要怪我。用不着你微不足道的弥补，早就拿出来。我当时辛辛苦苦赚钱，都不知道你在哪。孩子死了，现在知道来奶了。你以为你现在了不起了？就你那幅破画，那么几块钱，也就200万。都是因为你，让我伤害我亲妹妹。哎，等一下，邵新纯才是你亲妹妹，同母异父的亲妹妹。你以为自己现在了不起了是吧？就你那幅破画，那么几块钱啊，也就200万。200万！早知道你有这么大的能力，我早该把你找回来了。你怎么现在后悔？晚了。子安，是邵家对不住你。等爸爸料理完这摊子事儿后，我会好好补偿你的。不用了，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时候我就在想，别人都有家，我没有。当时就在想，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找我？我在大街上捡瓶子卖废品，寒冬腊月，我冻得发抖。好心人把我送到了福利院，有可能我小时候就想过死吧。但是我又想起来，当时是妈妈让我站在那里等她，可我等了好久，她都没有来。你是说，你走着的时候是跟妈妈在一起？我是看着妈妈出门，偷摸跟出去的。我看着妈妈跟一个男人抱在一起，她发现我惊慌失措，告诉我让我在原地等她。结果下了好大的雨。你回来的时候，雨都停了。你听说邵子安走丢，你大发雷霆啊你！原来你一直知道女儿在哪儿，是你扔了她呀！我看着妈妈跟一个男人抱在一起，她发现我惊慌失措，告诉我让我在原地等她。结果下了好大的雨。原来你一直知道女儿在哪儿，是你扔了她呀！是啊，是他撞破了我的好事。我原本就是想惩罚他一下，让他在原地多待一会儿。没想到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丢了。我记得你好像是3天后才出去找人。哪有可能走丢？你爸爸才会心灰意冷，抛下这个家去国外打工。
我才能顺利的生下纯纯。贱人，贱人！早知如此，刚才就应该让你吊死。今天这婚必失礼，签了他。你休想！不签是吧？好，我现在就赶走邵新春。还有邵文，明天你不用去公司上班了，你所有的股份全部收回，看，全部停掉。不要，我签。从今往后，你与我与邵家再有瓜葛。爸，那我别叫我爸爸，我不是你爸爸，你和你妈妈一样，离我越远越好。子安呐，你还是搬到1楼住在家里，还是好一些。爸，这种事情你要不还是问问子安的意见吧。子安，你说呢？我不想。太好了，我师父说我的画获奖了。凭什么你还是邵家的女儿？凭什么你还能获奖？邵新纯，你能不能收收自己的小姐脾气？你已经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了，怎么还在麻烦孙妈？你神经病啊！邵新纯，你怎么跟你妈一样，都喜欢掐人脖子？你妈掐的还是自己脖子。邵新纯，你能不能收收自己的小姐脾气？你已经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了。你神经病啊！邵新纯，你怎么跟你妈一样，都喜欢掐人脖子？你妈掐的还是自己。我师父可能还要在直播宣传一下，我先下去看一下。走啊，咱们一起啊。邵新纯，你就不要去了，留在房间跟你妈妈收拾东西，收拾完也不要打招呼，直接走。我们再也不想见到你们。爸，你太残忍了！那今天的直播呢，我要给大家分享2个好消息。第一，我新收的小徒弟邵子安的画，今天获奖了。第二，我要退休了，这话呢，让邵子安接任美术协会会长的位置。我妹妹真厉害啊！真是好消息啊！太好了，子安，爸爸恭喜你。爸爸恭喜你。帮我什么呀？又不是当选总统了，一个破会长至于吗？小人得志。纯纯，要是让你扳倒邵子安，你有多大的把握？要是让我逮到那个人，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永世不得翻身。那就放手去做，我们重新搬回来这里。真的吗，妈？当然是真的。你想，邵家就这么一个亲戚，他要是出事儿了，还去哪儿找一个女儿？到时候我就会是邵家唯一的亲戚。妈，还得是你啊！那就抓紧时间吧。万一那个邵子安一步登天，平步青云，我们都没有机会了。妈，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到办法了。这一次
我一定让邵子安誓不得翻身。妈，我们真的要搬走吗？你那个便宜店容不下我们，还好我之前购置了一套小公寓。公寓？那咱们俩住那100多平的公寓够住吗？你就先忍忍吧，等你抢回邵家千金的位置，咱们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要我把这张图 PS 一下，主人公换成邵子安和张会长，那邵子安继任会长就继任不了了。发送成功。搞什么呀？还有实名认证？这样的话，我这不一下子就暴露了吗？这张照片我 P 的天衣无缝，肯定没问题，实名就实名。子安呐，有人举报，这，哎呀，举报？举报什么？我真是不敢相信，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下作，这一看就是邵新纯的手笔。还真是他，他实名举报，我俩关系不正常，没事，师傅，这个事情交给我，你只需要回家告诉师娘，不要提起谣言就行。还真是，子安呐，你可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肯定不会有这么龌龊的思想。我知道的，师傅，您的人品大家有口皆碑的。好了，复原出来了。这么快，太好了！一定要将这个坏人绳之以法。你说这邵新纯真是蠢，竟然还有自己和其他男人的照片。太好了，一定要将这个坏人绳之以法。你说这邵新纯真是蠢，竟然还用自己和其他男人的照片。子，你慢点儿，把气爽匀再说。哎呀，出事儿了！邵新纯造谣你跟张会长有一腿，已经把照片发网上了。哦，不是，你能不能上点心啊？小邵啊，不用这么激动，雷叔协会已经发表了声明了。那就好。啊，虽然这种事情子虚乌有，但是难免会有没脑子的人相信啊。不仅是美术协会的人发表了澄清公告，我报了警，侵犯名誉和造谣，让邵新纯跟警察说去吧。干得漂亮！像这种会就应该让他绳之以法。对了，还有画展上烧画的事儿，也一并告诉警察。展会上的视频，我们这儿都有。好的。就是那个照片要是还原的话，要不要也一起出去？还原是还原了，但发出去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太可怕了！幸亏这个人被邵家除名了。太可怕了！幸亏这个人被邵家除名，还是现在的妹妹好，温柔可人、美丽大方。别念经了。哎，子安，我一直没有问你家里人的情况，你是原谅你家人了吗？没有，师傅。现在我有热爱的艺术、画画协会的工作，还有对我好的师傅，我已经不打算回邵家了。为什么呀？子安，为什么回邵家？天他妈冷！
不回邵家是因为啊，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被邵星辰冤枉，你们都不相信我，还把我给抹杀了。因为一个梦，那梦很真实的，你就当我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再说了，我不回邵家，我还能继续追寻我的艺术啊。哎，对了，三，现在有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太好了，师傅，我想去。真的？想去就去。孩子，放下你的身外之物，去追逐你的梦想吧。